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老师 ，I'm Miss Lin from Taiwan，欢迎来到Miss Lin 的第一个 Discord Live Podcast。那今天有两位来宾 ，Prono 跟雨生。那我想在这里好好的谢谢他们 ，I'm really thankful for all their help。on Discord 其实是雨生帮我设这个 server 这个伺服器，然后 Prono 现在也在帮忙管理这个伺服器，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，欢迎加入跟我聊天，那上面也有很多的电影音乐的资讯，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办活动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来加入哦。今天的主题是台北捷运。那我其实是台北人，捷运对台北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有搭过台北捷运吗？觉得怎么样呢？那我今天要跟 Prono 跟雨生来聊一些关于台北捷运的话题。台北捷运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我觉得台北捷运的特色就是呢，它在车站呢，它都会播一些音乐，就比如说捷运来的时候呢，它会播一个小歌曲，每一条线呢都有不同的音乐，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的。我也是，我很喜欢。那 Prono 你最喜欢哪一条线的音乐啊？我常常搭红线，所以我觉得那一条线的音乐比较好听，我习惯了。红线的音乐，习惯。好。雨生呢？对，那个进站音乐真的很有趣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松山新店线绿线的，那个是好像有用肖邦的音乐。对，我也是。很好听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推荐去台北一定要搭捷运去的地方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行程可以搭捷运就到的 Prono？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去参观的呢，淡水站。淡水呢是整个在台北捷运最北部的一个站，然后呢那边的气氛真的很不错，很热闹。然后呢走在淡水河旁边，就是看它的风景啊，然后呢可以在那边吃个冰淇淋是很好的。然后呢从那边呢还可以好像搭公车或是骑脚踏车骑到渔人码头那边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。然后呢好像再骑过去还能骑到红毛城，是以前跟台湾历史有关的一个很重要的建筑。好，真的不错。好，对我来说我想推荐两个地方。那我觉得第一个你们大家已经知道了，就是象山站 Elephant Mountain。那因为非常方便，你就搭捷运之后你就可以上去象山，爬一下山，很方便，然后再下来再搭捷运回家。然后象山站旁边也有一个很棒的公园，也可以在那边散步，然后放松一下。那第二个我要推荐的站是棕线的灵光站，你们有去过吗？我常常经过。真的啊？我有听过，但是没有去过。对，那边灵光站比较少人去。灵光站是住宅区，
住宅区，就是通常游客观光客不会去灵光站，但是灵光站那边有一个非常棒的步道公园，就它是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，对，很特别哦。它不像大安森林公园那样子是平的，大家都知道在那里。可是这个公园叫做富阳生态公园，富阳生态公园，所以你可以爬上去，然后里面有蝴蝶，有青蛙，它就是一个生态区，很棒。对，然后你爬很高，你也可以看到台北101，对，我非常推荐，有时间我可以去看看。很推荐。好，雨生呢？我也超喜欢淡水的，那应该是我在台北最喜欢的地方。可是因为 Prono 已经介绍过了，我要讲，我觉得另一个地方应该是大安森林公园站。大安森林公园站也同样跟淡水站一样在红线上，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车站非常的漂亮，有一个像说是 Sunken Garden， 就是一个在地面下的一个花园，很漂亮，然后还有喷水池，然后一出去外面就是大安森林公园，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园，很多树，然后可以在那里散步，感觉起来像是台北的中央公园吧。我没有去过这个站诶，那我下次可以去看一下。